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希望。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在癌症治疗期间如何能够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和一个心态的一些小 tips， 能够让你身体恢复更快，更有精神精力去和病魔战斗。我是一个曾经的癌症患者的身份来去分享一些我的经历和一些心得，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正在接受癌症治疗或者将要接受癌症治疗的一些朋友们，特别是那些跟我可能年纪相仿的病友们。在这个年纪阶段的朋友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家庭啊、事业啊，可能才刚刚开始起步或者正在一个上升的阶段。那癌症这个诊断呢，肯定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对心灵上也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我很能理解这种感觉，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视频中获到一些鼓励和启发。好，那我们开始进入主题吧。第一个 tip， 尽量保持有规律的作息习惯。我知道在癌症的治疗过程中，有些日子你真的是会感觉非常非常的难受，你的脑袋不是平躺着，就是抱着个桶往里面吐，连眨个眼睛都会觉得很累。那这个时候你也只会想睡一天，这是没关系的。在我们特别难受或者特别累的时候，怎么舒服怎么来。但你哪怕有一点力气，觉得今天感觉还可以，我都鼓励你给自己定个闹钟，比如说早上9点钟以前起床，然后起来把被子叠好，然后给自己定一个一整天的计划，比如说几点到几点去医院复诊，几点到几点我们可以看个书，几点到几点睡个午觉，几点到几点看一看我这样的视频。然后你定一个晚上睡觉的时间，也别太晚，毕竟我们没有这个身体本钱去熬夜嘛。然后你不到那个睡觉的时间，除非是你是午休了，你就尽量别躺着，除非实在是太难受或者太累了，千万别除了每天去医院化疗、放疗、复诊，其他的时间你都没有一个任何的安排或者规律，一睡就睡到中午。然后就算起来了，也是在沙发上各种葛优躺，窝在那里刷手机刷一天2天，你这样不碍事儿，但时间久了，你的身体各种机能都会退化，而且你的心情真的是会越来越糟。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2007年我刚过19岁没多久就被查出了有血癌。当时我真的是对我打击也很大的，简直是晴天霹雳的一个消息啊！刚开始治疗的那段时间，我就真的是每天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做检查、做化疗、跟各种医生做会诊，我一天就没有什么别的安排，然后就窝在那里，看电视，看了就迷迷糊糊睡着，然后醒来再继续看。当时就是想以这种方式麻痹自己吧。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不能够过这种没有规律、没有计划的日子。你想想，就连健康的人天天像那么躺着也会觉得乏，更何况是你身体比较虚弱，那你不就越躺越乏了吗？然后天天这么躺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到晚上该睡觉的时间反而睡不着了，然后就会特别着急，烦躁，心里发慌，那个时候还吃了1-2个月的安眠药。而且天天这么过也真的很没意思，你一无聊呢，又人容易胡思乱想，让我心情就特别差。我当时感觉是我都有点开始抑郁了。后来我开始强迫自己去定一个每天的计划，有规律的安排我的生活，然后渐渐我就从这个低谷慢慢的爬出来了。我后来遇到了比那段时间还要大的坎儿，我的状态都没有那么低过。因为我学会了怎么去合理的安排我自己的时间，过一个有规律、有计划的生活。所以只要你有一点精力，千万别懒，每一天给自己安排天天要干什么。就算一开始你觉得很困难，你也要试着去做。你在癌症治疗期间不一定要干出什么名堂啊，比如说像练一口流利的法语，但是你作息起码要有规律。第二个 tip， 学会保留自我，认清自我价值。大家都说人在感情中要学会保留自我，不要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也看不清自身的价值。那我们在抗癌的过程中，我们也同样要学会如何保留自己，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而且会学会
挖掘和认同我们的自身价值。那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心理学的上面的概念，叫做自我认定，英文是 self-identity。 那什么是自我认定呢？它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评价和定位。那比如说你今天如果还在上学，可能你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还是一个学生，如果你成绩好一点的话还是个学霸。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工作了，你可能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工程师。当然我们除了职业以外还有生活其他方面，我们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啊。比如说如果你长得很漂亮，你可能对自己的定位是美女帅哥，虽然你可能不好意思在外面这样宣扬自己。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很文艺，是名文艺青年。那癌症它这种病，它特别能够消磨一个人对自己的自我认定，因为起码在一段时间中，你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的去做你的工作、你的学业，或者甚至你一些特别热爱的事情，因为你必须得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抗癌的过程中。这时候你就会很容易陷入一个思维漩涡，那就是我是一个病人。那有些病友们他们的恢复时间可能会比较漫长，那时间久了，这个思维就会慢慢演变成我是个病人，除了是个病人我啥都不是。你刚开始治疗的时候这种感觉可能不会特别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会慢慢的侵蚀你的认知。当你离开工作久了，可能你会怀疑自己有没有像以前的那样的工作能力。如果你有孩子，你可能不能像以前那样有精力去照顾他们，你可能会心里觉得有些愧疚，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父母。那这个时候你的自我认定就会开始像瓦片一样一片一片的掉。如果不改变这种思维，你很容易迷茫、低落，甚至抑郁。那要怎么样去预防或者扭转这种情况呢？首先你要了解心理暗示的力量，你不要老是暗示自己我就是个病人。我19岁第一次被告知有血癌的当天就住院了，然后住院第一天，护士阿姨就跟我说让我尽量别穿病服，多穿自己的衣服。然后我就当时很纳闷，说为啥？他说以他们的经验，穿自己衣服的患者往往比那些老是穿病服的患者，他们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都会好很多，对康复有帮助。但是我当时年轻嘛，对他的建议抱有一种我不信那个邪的态度。况且那个时候我妈还得边上班然后边照顾我，也很辛苦，所以我不想给她添麻烦，所以我就坚持还是穿医院提供的那个病服。没想到我的精神状态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差。还没掉头发的那会儿还好，但是化疗没多久就开始掉头发，然后气色肯定也没有以前好嘛，再加上天天穿着那个病服，所以人就感觉特别糟，那个心态就完全崩了。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医院他让不让你穿自己的衣服啊，反正在我们这边，在温哥华的那个这边医院的白血病住院部，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们是非常鼓励你去穿你自己的衣服的。如果你那边医院的医生让你怎么干的话，你就尽量多穿自己的衣服，不要去穿那个病服，只要你保持你自己的衣服是干净整洁的就可以了。在家里你也别老是穿着睡衣到处晃，尽量多穿一些你以前经常穿的衣服。比如说你以前上学经常穿 T-shirt and jeans，或者你以前上班经常穿衬衫和西裤，那你就在家里也多拿这些衣服出来穿穿。比如说你以前很喜欢化妆，很喜欢捯饬自己，那你也可以化妆捯饬一下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更有精神。人看起来更有精神以后，你的心情也就会跟着更好，然后你的精气神就提起来了。你化妆的时候就注意选一些比较温和无刺激，然后尽量比较天然的化妆品就好了。还有一点呢，你就是要学会去不断的挖掘和肯定你的自身价值。可能你现在不能继续你的学业工作，但是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啊，比如文艺青年。你别把自己框在就一个自我定位里，那个定位崩了，你就觉得你啥也不是，啥也干不了。你可能现在没有办法为家庭、为事业付出那么多，
但不代表你没有价值，你还是可以找一些其他的方式做出贡献，比如你让你的家人看到你特别积极的去面对病魔的态度，让他们很欣慰，或者你把你的经历分享给其他人，让他们从中也能够得到鼓励和希望，这些都能让你觉得你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你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好。当你的心情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身体也会恢复得更好。第3个 tip， 只放精力去关注你能控制以及改变的事情。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癌症可怕？因为它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了，让人觉得很不安。第一次生病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真的感觉非常焦虑，脑子里总是想着万一这个怎么办，万一那个怎么办，反正都是一些负面的想法。有一天我就真的绷不住了，给自己的精神压力实在太大了，就在医院里面就开始痛哭了起来。当时有一个护士看到我，他就过来安慰我，听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我自己的那些负面想法。说完我那些焦虑以后，他问了我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你对你这个病情的种种的 worry 能够帮你治疗这个病吗？它能把你治好吗？我当时被问住了，一时间答不上来。他就接着说如果你的 worry 能去治你的这个病，你就尽管去 worry， 可是你的 worry 也不能治你的病啊。既然它治不了你的病，那你不就在浪费你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去 worry 吗？我想了想说，他好像说的有点道理。最后他送了我一句话，这句话对我后来的康复之旅对我的性格和心态都影响深远，是我觉得我活这么大得到过的最好的 advice。 这句话就是 Focus only on what you can control and change， 只关注在你控制范围之内以及你有能力去改变的事情。那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你，如果你现在觉得癌症很恐惧，你很担心你的未来，或者你老是觉得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等等等等这些负面想法，你就得好好的去感受这句话的含义，而且真正的用行动去体会它。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慢慢学会把精力放在一些能够改变我身体状况的事情，比如说多多运动啊，改变饮食习惯啊，学习一些健康知识啊等等。那这些也是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你能够改变的事情。我建议你把那些你能够控制以及改变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贴在墙上，时刻提醒自己。你也可以把那些你无法控制、无法改变但又让你焦虑的事情也写在纸上，然后呢把它撕了。我感觉有人会说这样做不太环保，那你就把它假装撕了。第4个 tip， 陶醉在你热爱的事情中。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你全心投入到一件你特别热爱的事情中，你会觉得时间过得贼快，而且你完全不会去注意到其他的事情或人，你甚至不会觉得饿。你如果有这种特别热爱的事情，你只要有那个精力，那我就鼓励你尽量去做，前提是这个事情是对你的身体有益的哈，没有太多好处，也不能对你身体有害，而且你也要适当的去休息，不要太累。比如说你很喜欢画画，那你就在你不累的前提下多画点比如说你很喜欢音乐，那你就没事多练练歌，就别大晚上扰民就行。当你陶醉在你特别热爱的事情中，你就会觉得生活更有意思，生活也更充实，你根本没有那个心思或者时间去胡思乱想，在心里熬煮着那些负面情绪和思想。我生病那会儿也画过不少连我家人都看不上的画，也写过很多连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念的诗，也用我的歌喉骚扰过邻居。做这些我热爱的事情，能够让我忘掉身体上的一些疼痛，虽然刚开始这只是短暂的，但是久而久之呢，我就真的能够把这些疼痛和烦恼抛到脑后了，然后人也慢慢变得更积极，变得更乐观。第5个 tip， 把康复看作一场马拉松。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癌症治疗和康复它完全就是个马拉松，你千万别拿那种100米赛跑的心态来看待它。你如果还在想我要在 X 天内好起来，然后回去继续读我的博士啦，或者是做我的职场达人啊，我劝你最好尽快打消这个念头。不是你不能继续你的学业或者事业，会有那么一天的。但是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当你的治疗或者康复时间比你预期的要慢，你就很容易有挫败感，容易沮丧，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有问题。像我刚开始做化疗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一个疗程大概是1个月，然后差不多要做5到6个 round。然后我当时就想，那是不是6个月以后我就好了，顶多8个月我就可以回大学去上学了吧。结果我每个疗程白血球回升的都特别慢，然后你白血球不回升到一定指标，他医生还不给你做下一个疗程，所以就得等。那每次的等待就会让我觉得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比预期的要慢，就会觉得很着急，因为我太想快点回到以前的生活了。但我越着急，那时间就感得过得越慢。看着身边的朋友们、同学们该上学的上学，该工作的工作，我就有一种好像要掉队的感觉了。大家本来在一个跑道上前进，我就越来越跟不上了。我第一次患病，整个治疗用了8个多月，那到最后那几个月，我真的有种如坐针毡的感觉。但后来经过很多事，包括我后来的癌症复发，然后做了骨髓移植，然后又得在家里又休养了2年多等等，这些事情让我发现癌症它真的是一个马拉松，你必须把它当成一个马拉松来完成， slow and steady， 慢且稳。你也别把自己和其他的病友的进度拿来做对比，觉得怎么好像人家都已经好了，回去工作了，旅游了，参加铁人3项了，然后你自己还在家里养病。你更别把自己拿来跟身边没有生病的朋友来比，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走道都是不一样的。一样的是每个人都会在他们人生道路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儿，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点罢了。你不一定非要跟着别人的节奏来走你的路，对吧？毕竟每条路都有坎儿，跑得比你快的人不一定过得比你幸福，走得比你慢的也不见得过得比你差。咱们用这个机会韬光养灰，有一天你同样能跑出你自己的风采。第6个 tip， 身体一定要动起来。运动不仅能让你的肌肉更有力，它还能加强你身体各种机能，而且还能让你的心情更愉快，这都是有很多科学研究证明的。哈佛大学就有个学者在19年公布了他的研究结果，发现每天做1个小时的轻运动，例如慢走或做家务，或1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例如跑步，能有效地预防抑郁症。在癌症治疗和康复期间，不建议你做太快太猛的运动，做轻运动比较适合这个时期的身体状态。如果你觉得1个小时太长了，你可以把它分开来做，比如早上走15分钟，中午拖10分钟的地，下午踩个20分钟固定自行车，晚上再走个15分钟。你也可以从每天做几分钟的轻运动开始，然后循序渐进往上加。我先是从每天在外面走10分钟开始，然后慢慢的往上加，到最后可以在外面走1个小时、1个半小时，甚至2个小时。等我恢复更好点了，我就去游泳，去健身房。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慢慢开始喜欢上运动了，不知不觉中它竟然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你别在那儿葛优躺了，起来动会儿。但建议你做任何新的运动之前，先跟你的医疗团队商量一下，确定不会伤到哪儿，确定你的身体能够接受的前提之下再开始。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在这几个 tip 中，你最喜欢哪一个？还有哪一个 tip 你觉得对目前的你来说会有一定的困难？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个 like， 转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